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家的小白，今天教大家制作一款国风系列欢喜抱枕套。这款抱枕套由2片相同的主体织片组成，先完成主体织片，再将2个织片连接到一起，最后缝上纽扣，并安装装饰花朵。先学习主体织片的钩织。主体织片包括4个部分，分别为花片1、花片2、喜字织片以及主体织片的钩边。先钩织花片1。首先来学习花片1的钩织，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环状向外绕圈钩织。钩织过程中需要换色，用到的针法比较多，图纸都进行了标注，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先来起针，取出对应线材，这里为了方便观看，颜色随机，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型号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手指绕线，环形起针。这个就是环形起针完成后的效果。起针完成后，开始钩织第1圈。先钩织1针锁针起立，接着在起针的线圈中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具体短针数请参考图纸，由于针数较多，可以边钩边往右侧移一下。钩织完成后，核对一下针数，不要钩错，最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完成后，在第1个短针上钩一个引拔针，引拔针不算1针，稍微拉紧，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纹理模糊的一面作为反面。后面钩织时，正面均朝向自己，将线头沿着反面的纹理收好。剪掉多余的线头。起针的线头也多收几次。收得牢固以后，剪掉多余的线头。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
接着钩织第二圈，取出对应线材，这里颜色随机，打个活结，在第一圈任意一个短针上接线，小样这里在上一圈的引拔针位置接线，钩织3针锁针起立，同一位置再钩织2针长针的未完成针，钩针绕线，穿过下方针目，将线头放在钩针上方，边钩边包裹进去，将线钩出，钩针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钩针上一共有2个线圈，一针长针的未完成针钩织完成，同一位置再钩织1针长针的未完成针。现在钩针上一共有3个线圈，钩针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将这一针看作一个特殊的长针3针的枣形针，这样的 V 字形辫子就是它的针目。接着钩织2针锁针，跳过一个针目，在相邻的针目上钩织1针长针3针的枣形针，先钩织3针长针的未完成针，然后钩针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一针长针3针的枣形针钩织完成。接着2针锁针，跳过一个针目，相邻的短针上钩织1针长针3针的枣形针，2针锁针，这一圈都是间隔一个针目，钩织1针长针3针的枣形针，枣形针之间2针锁针间隔，按照这样的规律将这一圈钩织完成。钩织完成后，在第一个特殊的枣形针针目上引拔，拉紧，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将线头沿着反面的纹理收好，这样第2圈就钩织完成了。下面来钩织第3圈，
取出对应线材，在上一圈任意一个锁针动眼里接线，钩织一针锁针起立，同一位置钩织一针短针，接着4针锁针，下一个锁针动眼里钩织一针短针，4针锁针，这一圈都是在锁针动眼里钩织一针短针，短针之间4针锁针间隔，按照这样的规律将这一圈钩织完成。钩织完成后，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拉紧。由于下一圈不需要换色，所以这里不需要断线，这样第3圈就钩织完成了。继续钩织第4圈，先在旁边的锁针动眼钩织一个引拔针，将线过渡到这个锁针动眼，这里椭圆形的引拔针不用拉紧，然后钩织一针锁针起立，一针短针，一针长针，一针长针，钩针绕线2次，穿入这个锁针动眼，绕线将线钩出。现在钩针上有4个线圈，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重复3次。一个长针钩织完成，同一位置再钩织2针长针，一针长针，下一个锁针动眼钩织一针长针，3针长针，一针长针，
一针短针，7针锁针，将已钩织的针法看作一组，接着钩织下一组。相连的锁针动眼，钩织一针短针，一针长针，三针长长针，一针长针，下一个锁针动眼，钩织一针长针，三针长长针，一针长针，一针短针，7针锁针，又一组花样钩织完成。大家对照图纸，将这一圈钩织完成。完成后，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拉紧，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将线头沿着反面的纹理收好。这样第4圈就钩织完成了。接下来钩织第5圈，取出对应线材，找到这样一组花样。第一个长长针，挑这个长长针的后半针，也就是远离自己的一根线，接线，立一个锁针起立，同一位置钩织一针短针，三针锁针，找到旁边锁针动眼钩织的针法。第一个长针，挑这个长针的后半针，钩织一针短针，三针锁针，最后在这组花样的最后一个长长针的后半针上钩织一针短针，
将已完成的针法看作花片的一条边，继续在这个锁针大洞里钩织5针长针。3针锁针，5针长针，将这个锁针大洞里钩织的针法看作花片的一个角，继续在这组花样挑第一个长针的后半针，钩织1针短针，3针锁针，旁边锁针动眼钩织的针法，第一个长针挑长针的后半针，钩织1针短针，3针锁针，在最后一个长针的后半针上钩织1针短针，一条边钩织完成。在这个锁针大洞里钩织5针长针。3针锁针，5针长针，一个角钩织完成，后面重复边和角的钩织，将这一圈钩完。完成后，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拉紧，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线头沿着反面的纹理收好。第5圈钩织完成，最后钩织第6圈，在任意一个角上找到角上3针锁针位置，中间的这个锁针，挑锁针上方的一根线，接线，钩织1针锁针起立，同一位置钩织1针短针，相邻的锁针上
挑锁针上方的一根线，钩织一针短针，在旁边的长针上挑长针的后半针，一一对应钩织3针短针，一针中长针，跳过一个长针，在短针上挑起整个短针针目，钩织一针长针，旁边的锁针动眼，钩织3针长针，跳过中间的这个短针，旁边的锁针动眼，钩织3针长针，相邻的短针上钩织一针长针，跳过一个长针，依次挑长针的后半针，一一对应钩织一针中长针，3针短针，旁边的锁针上挑锁针上方的一根线，钩织一针短针，中间的这个锁针上挑锁针上方的一根线，钩织一针短针，2针锁针，同一位置再钩织一针短针，按照前面演示的方法，对照图纸将剩余这一圈钩织完成。完成后，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拉紧，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收好线头，第6圈钩织完成，同时整个花片1的钩织也完成了。参考图纸比对一下尺寸，如果差距较大，调整手松紧，重新钩织。按照前面演示的方法，将所有花片1钩织完成。配色注意对照图纸。接下来开始制作花片2，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钩织时不用换色，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加针、长针6针并1针。下面请看我演示。先来起针，
颜色随机。起针完成后，钩织一针锁针起立，2针短针，2针锁针，按照2针短针、2针锁针为一组的规律钩织，对照图纸钩完所需要的组数。最后一组2针短针钩完后，钩织1针锁针，然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接着在第一个短针上钩织1针短针，这样第一圈就钩织完成了。接着钩织第2圈，先钩织3针锁针起立，这3针算作1针长针，对应最后一个锁针动眼，然后在第一个短针上钩织1针长针，相邻的短针上钩织1针长针加针，长针加针就是在同一位置钩织2针长针。旁边的锁针动眼钩织1针长针，7针锁针，1针长针，这一圈都是在锁针动眼钩织2针长针，长针之间7针锁针间隔，短针上分别钩织1针长针、1针长针加针。按照这样的规律，将剩余部分钩织完成。最后一个长针钩织完成后，钩织4针锁针，在起立针上调起立针最上方的2根线，钩织1针长针，
第2圈钩织完成，继续钩织第3圈，先钩织3针锁针起立，在下方这个锁针洞眼钩织1针长针，两针锁针，起立针上钩织1针长针，相邻的针目有些变形，挑起这样的2根线，钩织1针长针，下一个针目上钩织1针长针加针，旁边的2个针目上对应钩织长针，完成后2针锁针，锁针洞眼钩织2针长针，5针锁针，2针长针，这一圈都是在锁针洞眼钩织2针长针、5针锁针、2针长针，长针上两侧对应钩织2针长针及2针锁针，中间一针上钩织1针长针加针，按照这样的规律将这一圈钩织完成，边钩边核对针数，注意不要钩错。最后一针长针钩织完成后，钩织2针锁针，在起立针上钩织1针长针，第3圈钩织完成。接下来钩织第4圈，先钩织3针锁针起立，下方的锁针洞眼钩织1针长针，2针锁针，跳过1针，旁边的针目上钩织1针长针，3针锁针，接着钩织1针长针6针并1针，后面简称并针花样。在下方的长针上分别一一对应钩织6针长针的未完成针，钩织时稍微拉长线圈，未完成针高度保持一致。
最后钩针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一个并针花样钩织完成。然后钩织3针锁针，旁边的长针上钩织1针长针，2针锁针，跳过1针不钩，在锁针动眼里钩织2针长针，将已钩织的针法看作花片的一条边，接着钩织3针锁针，将这3针锁针看作花片的一个角，后面重复边和角的钩织，锁针动眼里钩织2针长针，2针锁针，下方跳过一个针目，钩织1针长针，3针锁针，长针上钩织并针花样，先分别一一对应钩织6针长针的未完成针，最后钩针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并针花样钩织完成。接着钩织3针锁针，旁边的长针上钩织1针长针，两针锁针，跳过1针不钩，在锁针动眼里钩织2针长针，3针锁针，这样又完成了一组边和角的钩织。大家对照图纸，将剩余部分钩织完成。最后一个角钩织1针锁针，在起立针上钩织1针中长针，第4圈钩织完成。最后钩织第5圈，这一圈对应钩织短针，角位置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和锁针，边上在长针及锁针位置对应钩织短针，中间并针花样跳过不钩，边钩边核对针数，注意不要钩错。大家对照图纸，将其钩织完成。钩织完成后，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
拉紧，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将线头沿着反面的纹理收好，这样第5圈就钩织完成了。同时，整个花片2也钩织完成了。注意比对一下花片的尺寸，按照演示的方法将所有花片2钩织完成。完成了所有花片的钩织，接下来进行缝合。采用卷针缝合的方法，挑相邻的半针进行缝合，取出花片1和花片2，拿起对应线材。为了方便观看，这里颜色随机，取缝合长度3倍左右的线头，穿上缝针，将花片背面相对，边和角对齐，先穿入右边角位置，左边的这个锁针，挑相邻的半针进行缝合。为了更加牢固，这里可以再缝一次。完成后往左，一针对应一针，挑相邻的半针进行缝合。缝合时，将线头一起放在2个花片中间，边缝边藏进去。最后，在左边角上，右边的一个锁针上，挑相邻的半针进行缝合。再缝一次，将针穿到反面，打结固定。剩余的线头收得牢固以后，剪掉多余的线头，这就是花片的缝合方法。其余花片都按照这样的方法进行缝合，大家可以参考花片排布示意图，将其余花片缝合完成。到这里，花片的缝合就讲解完成了。接下来钩织喜字织片，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来回往返钩织。钩织过程中需要换线，形成喜字。最后钩边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1针放3针。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先来起针，取出对应线材，小样这里颜色随机。首先钩织对应数量的锁针，
具体的帧数请参考图纸。这样起帧就完成了。下面开始钩织第一行。这一行从右往左，看图解和格子图，一个方格表示一针短针，先钩织一针锁针起立，接着在左侧第二针锁针上调锁针上方的一根线，钩织一针短针，继续调锁针上方的一根线，一一对应钩织短针，一直钩完起针的锁针。钩织完成后，核对下针数，短针数应与起针数一致，注意不要钩错。我们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也就是起针的线头在左侧时的这一面，作为整个织片的正面，可以扣上记号扣做标记。没有记号扣时，可以用家里的别针或回形针代替。这样第一行就钩织完成了。下面钩织第二行。这一行从左往右看图解和格子图，以后单数行都是从右往左看，双数行都是从左往右看。先立针锁针起立，翻转织片，接着挑下方短针的针目，钩一针短针，反面钩织时针目在左上方。后面继续挑针目，一一对应钩织短针，一直钩完上一行的所有针目。这样第二行就完成了。第3到6行与第二行的钩织方法相同，都是一一对应来回往返钩织短针，大家自行将其钩织完成。第6行钩织完成后，可以测量一下织片尺寸，应与图纸标注尺寸保持一致，如果相差较多，可以调整手松紧重新钩织。下面教大家数行数的方法。从织片正面数，可以看到单数行都是短针正面的纹理，纹理比较清晰；双数行都是反面的纹理，有这样的小横线。直接正反交替数行数即可。1、2、3、4、5、6，这里钩了6行，这个就是来回往返钩织时数行数的方法。下面钩织第7行，这一行需要换线。先钩织一针锁针起立，翻转织片，对照格子图，用当前颜色的线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钩完第一针以后，取出新线，
我们称之为线2，之前的线为线1，将线2放在钩针上方，边钩边收在反面。到了换线位置前，还剩一针没有钩。由于下一针需要换线2钩织，这里先钩一针短针的未完成针，穿入，将线钩出，这个就是短针的未完成针。接着将线1放在反面，换线2钩出，稍微拉紧线1，这样就完成了线1的最后一针短针，并完成了换线。接着用线2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并在最后一针换线。因为线1后面还需要用到，这里将线1一起收在反面。线2钩到最后一针时，先钩织短针的未完成针，稍微拉一下线1，防止线卷在里面。接着换线1钩出，稍微拉紧线2，这样就完成了线2的最后一针短针，并完成了换线。继续用线1钩织2针短针，并在第2针上换线。线2后面还会用到，边钩边收在反面。钩织第2针时，先钩织短针的未完成针，接着稍微拉一下线2，然后换线2钩出，这样就完成了2针短针的钩织，并完成了换线。继续用线2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边钩边将线1收在反面。在钩织最后一针时，换回线1，稍微拉一下线1，然后换线1钩出，线2这一行后面不再用到，放在反面备用。继续用线1将剩余针数钩完。这样第7行就钩织完成了。后面换线就像这行这样，在换线前一针钩织短针的未完成针，
进行换线，继续钩织第8行，先钩织一针锁针起立，翻转织片，开始钩织短针，一直钩到线耳位置前还剩1针。到了对应位置，正常换线2钩出，线1放在反面，稍微拉紧，钩织时如果线缠在一起，需要及时理顺。接着用线2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并在最后一针换线，线1后面还需要用到，这里将线1一起收在反面，一直钩到线2还剩余1针位置。到了对应位置，稍微拉紧线1，将线2放在反面，正常换线1钩出，稍微拉紧线2，这样就完成了线2的最后一针短针，并完成了换线。继续用线1钩织2针短针，并在第2针上换线。线2后面还会用到，边钩边收在反面。钩织第2针时，正常换回线2，将线1放在反面，稍微拉紧，这样就完成了2针短针的钩织，并完成了换线。继续用线2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边钩边将线1收在反面。在钩织最后一针时，换回线1，稍微拉紧线1，然后换回线1钩出。线2这一行后面不再用到，放在反面备用。继续用线1将剩余的针数钩完。这样第8行就钩织完成了。接下来的第9到16行，重复
第7、8两行的钩织。钩织过程中，换线前需要将包裹的线拉伸一下，防止卷在里面，影响织片平整美观。换下来的线，如果后面还要用到，则在反面边收边包裹进去。不需要用到时，放在反面备用。如果线缠在一起，需要及时理顺。大家对照图纸，自行将9到16行钩织完成。下面钩织第17行，先钩织一针锁针起立，翻转织片，对照格子图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并在最后一针换线。到了线2位置，线1的短针数还没有钩完，可以将线2包裹进去，一起钩到需要换线位置。到了对应位置，正常换线钩织即可。后面遇到这样的情况，都可以像这样，将线带到换线位置以后再进行换线，继续将第17行钩织完成。这样第17行就钩织完成了。第18行正常换线钩织，第18行钩织完成，继续钩织第19行。开始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钩到换线前位置，换线2钩出。这里距离较远，直接将线2钩出即可。然后调整一下反面的度线，让其与织物贴合，稍微松一些没有关系，保持织片平整即可。然后用线2钩织，并将度线与线1一起包裹进去。
后面遇到换线距离较远时，都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进行镀线。对应数量的短针钩织完成后，正常换线将这一行钩织完成。第19行钩织完成。接下来大家对照格子图，参考前面演示的方法，自行将格子图剩余的行数钩织完成。钩织完成后，织片尺寸应与图纸标注尺寸一致。钩织过程中，如果中途遇到一团线用完的情况时，结尾都要预留10厘米左右的线头，重新接线。开始也预留10厘米左右的线头，按照正常换线的方法接线钩织。注意，线头预留在反面。钩织时，两个线头也要放在钩针上方，边钩边包裹进去。后面遇到接线的情况，都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进行接线。线二部分钩完后可以断线，这里我用小样演示，将线二预留10厘米左右的线头剪断。线一继续钩织。然后将线二一起边钩边收进去。如果开始位置还留有线头，直接剪掉即可。钩完对应的行数后，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将线头沿着反面的纹理收好，继续进行钩边，先钩第一圈，小样颜色随机。将织片正面朝上，从右侧第1到2行之间穿入这样的洞眼，接线。先立针锁针起立，分别穿入这样的洞眼进行钩织。一直将这一边钩完。
后面到了最后一行位置，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钩织一个短针1针放3针，也就是同一位置钩织3针短针。完成后，继续一一对应钩织短针，一直钩到针目位置还剩1针。到了对应位置，在针目上钩3针短针。下面到了另一侧，钩法与之前侧边相同，挑动眼对应钩短针。到了起针这一侧，穿入第一个锁针，短针入针位置，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钩3针短针。然后继续挑左侧锁针剩余的2根线，一一对应钩短针。起针的线头边钩边收进去。到了最后一针处，在里面钩短针1针放3针。完成后，在开始的短针针目上引拔，拉紧。由于下一圈需要换色，这里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拉紧，将线头沿着反面的纹理收好，这样钩边第1圈就完成了。接下来钩织第2圈，取出对应线材，在上一圈的引拔位置接线，钩织1针锁针起立。接下来一一对应钩织短针，一直钩到上一圈，短针1针放3针位置，到了对应位置，这里有3针短针，先在第1针上钩织1针短针，在中间的1针上钩织一个短针1针放3针，
这一圈都是在角上短针1针放3针位置，中间的一针上钩织短针1针放3针，其余位置不加不减，一一对应钩织短针。剩余圈数与第2圈的钩织方法类似，大家对照图纸自行将其钩织完成。边钩边与缝合完成后的花片内侧边长进行比对。钩边完成后的喜字织片边长应与缝合完成后的花片内侧边长保持一致。如果相差较多，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钩边的圈数进行调整。到这里，钩边就完成了，同时喜字织片也讲解完成了。接下来将喜字织片与缝合好的花片缝合起来，将织片正面朝上摆放，喜字织片放在缝合完成后的花片中间。采用卷针缝合的方法，挑相邻的半针进行缝合。缝合方法与花片缝合方法类似，请看演示。这里我用小样演示，取出对应线材，为了缝合方便，剪取的缝合线不需要太长，穿上缝针，从喜字织片任意一个角上1针短针放3针位置，左边的1针短针与花片剩余的这个锁针挑靠近的半针卷针缝合。为了更加牢固，这里可以多缝一次。往下1针对应1针进行缝合。缝合时松紧适度，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花片连接位置分别挑2个花片剩余的1针锁针进行缝合。缝合时，如果2个织片针数不对应，可以边缝边调整，也就是在少针的一侧某一针上缝2次，另一侧正常缝。假如这一侧少针，这个位置可以像这样再缝一次，只要保证织片平整美观即可。这就是边的缝合方法。小样这里正常缝合。一直缝到左边拐角位置。到了对应位置，这里是一个短针1针放3针位置。第一个短针与右侧花片剩余的一个锁针缝合。中间的短针与3个花片连接处任意连接位置缝合。
左边的短针与右侧花片剩余的一个锁针缝合。注意缝合时，4个织片相连接处不要有大的洞眼。这就是角的缝合方法。往下对照边和角的缝合方法，将剩余部分缝合完成。结尾可以多缝一次。然后在反面打结断线。这样，喜字织片与花片的缝合就完成了。喜字织片与花片缝合完成后，沿着花片外围进行钩边，请看演示。取出对应线材，在任意一个角上，右侧花边这条边上，最后一针短针上接线，钩织一针锁针起立，同一位置钩织一针短针，角上的锁针洞眼钩织一针短针，2针锁针，1针短针，边上一一对应钩织短针，一直钩到角上前一针位置。到了对应位置，在角上的锁针洞眼钩织一针短针，相邻花片的锁针洞眼钩织一针短针，这一圈都是在连接位置相邻花片的锁针洞眼分别钩织一针短针，角上的锁针洞眼钩织2针短针，短针之间2针锁针间隔，其余全部一一对应钩织短针。第二圈与第一圈类似，短针位置一一对应，不加不减钩织短针，角上的锁针洞眼钩织2针短针，短针之间2针锁针间隔。大家对照图纸自行将这2圈钩织完成，这样花片的钩边就讲解完成了，同时主体织片也讲解完成了。按照之前演示的方法，将另一个主体织片钩织完成。2个相同的织片钩织完成后，接下来进行整体钩边，共2圈。
第一圈钩织时，需要边钩边将两个织片连接起来，同时需要在一侧留出开口位置，用来塞枕芯。第二圈为花边，请看演示。先来钩织第一圈，将主体织片背面相对，任一面朝向自己，作为正面。注意，两个喜字方向一致。将喜字朝下，底边的一侧朝上，留出3个花片的距离作为开口，两边可以再多留1到2针，用记号扣做好标记。开口位置也可以自行调整。小样这里我已经标记好了，取出对应线材。曾标记的这条边，右上角的锁针洞眼，右边的这个短针上接线，钩针同时穿过前后2个织片对应的一针，钩织一针锁针起立，同一位置再钩织一针短针，锁针洞眼，钩织一针短针，3针锁针，一针短针，接下来同时穿过前后2个织片，钩织短针，一直钩到记号扣位置。到了对应位置，放开后片，沿着前片继续钩织短针，一直钩到左边记号扣位置。到了对应位置，同时穿过前后2个织片，继续钩织短针。这一圈往下都是同时穿过前后2个织片，钩织短针。拐角位置再锁针洞眼，钩织2针短针，短针之间3针锁针间隔。大家按照这样的规律将这一圈钩完。钩织完成后，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拉紧，预留线头断线。
并将线头收好。接着翻转织片，然后沿着后片开口位置继续钩织短针。钩织时需要留出扣眼。先来接线，立一针锁针起立，然后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具体针数图纸上都有标注。对照图纸，先钩完对应数量的短针。完成后，钩织3针锁针，跳过下方3个针目，继续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扣眼的钩织。大家对照图纸，将后片开口位置剩余部分钩织完成。钩织完成后，直接断线，并收好线头即可。到这里，钩边第1圈就完成了。下面钩织第2圈，取出对应线材。在第1圈引拔位置接线，钩织1针锁针起立，同一位置钩织1针短针，跳过1个针目，在角上的锁针动眼钩织7针长针，长针之间1针锁针间隔。完成后，跳过1个针目，相邻针目钩织1针短针，跳过2个针目，在第3个针目上钩织5针长针，长针之间1针锁针间隔。将这个针目上钩织的针法看作一个花样，接着跳过2个针目，在第3个针目上钩织1针短针，跳过3个针目，在第4个针目上钩织一个花样。
往下分别按照间隔2针钩织1针短针，再间隔3针钩织一个花样的规律，将这条边钩织完成。开口位置沿着前片钩织，后片不钩。最后一个短针钩织完成后，还剩余一个针目，这一圈都是在角上的锁针动眼，钩织7针长针，长针之间1针锁针间隔，边上开始位置先间隔2针钩织花样和短针，然后分别按照间隔2针钩织短针，再间隔3针钩织一个花样的规律进行钩织。钩织时，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调整花样数，只要保证4条边花样数一致即可。大家对照图纸，将剩余部分钩织完成。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收好线头，这样第2圈就钩织完成了，同时整体钩边也完成了。最后来进行花朵装饰的钩织以及纽扣的缝合。花朵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钩织完成后缝合到喜字织片对应位置，缝合位置可参考成品，也可根据个人喜好调整，请看演示。首先用对应颜色的线环形起针，并钩好第1圈。钩织方法与花片1第1圈类似，这里我已经钩好了。接着钩第2圈，取出对应线材，在上一圈引拔位置接线。先立1针锁针起立，同一位置钩织1针短针，旁边针目钩织5针长针，
将已钩织的针法看作一组，接着钩织下一组。相邻针目钩织一针短针，下一个针目钩织5针长针，这样就又完成了一组。大家对照图纸，将剩余部分钩织完成。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拉紧，预留20厘米左右线头，断线。这样一个装饰花朵就钩织完成了。装饰花朵钩织完成后，开始缝合。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美观牢固即可。这样一个装饰花朵就缝合好了。大家按照刚才演示的方法，将需要的装饰花朵全部钩织并缝合完成。最后将扣子缝在前片扣眼相对位置。方法比较简单，大家自行将其缝合完成。到这里，装饰花朵及纽扣的缝合就讲解完成了，同时整个抱枕套也讲解完毕。如果大家在钩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